1953年，毛主席对卫生部下达了一条命令，让他们调动各地的医学人才，对中西医疗法进行统筹研究，将中西医联合诊疗作为一个医学发展的大方向。但毛主席没想到的是，这条命令在卫生部内部推行起来竟然困难重重，甚至卫生部有很多同志都表示中医应该被废除。中医源远流长，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中医为救死扶伤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直到如今，中医依然是医学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为什么1953年卫生部却有了废除中医的想法？对于卫生部的反应，就连毛主席也十分震惊。很快，毛主席召集卫生部的同志们开了会，认真地调查了卫生部内部的情况。一调查才发现，卫生部中西医之争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随着西医的传入，中医的发展自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中医的历史虽然久远，但是却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系统的研究体系，所以人们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是封建迷信的代表。还有一些人攻击中医的核心思想就是求神拜佛、起死回生，完全否定了中医的实际效用。在卫生部，中医无用论一度成为主流。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长王彬、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成一直主张彻底地废除中医。这两位部长在医学上做过不少贡献，不过他们接受的都是一以贯之的西医教育，对中医很是不屑一顾，而他们这种态度使中医的发展更加艰难。毛主席在调查中还发现，他们两个在管理卫生部方面太过专制，有一言堂的现象。因为两个部长都极力地支持废除中医，所以下面的同志们即便有支持中医的想法，也不敢说出来。这种现象让毛主席非常生气。毛主席对于卫生部的行为做出了严厉的批评。同时，王彬和贺成也因为工作态度的不合理而遭到撤职。毛主席之所以对这件事情如此严重看待，有很多原因。一是因为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中医在科学性上有所欠缺，但是像王彬和贺成这样直接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是绝不可取的。而第二个原因就更为重要。当时给卫生部开会的时候，毛主席说了一句让台下众人羞愧不已话的：如果国内都走的是高端西医医疗，那一些普通的老百姓该怎么看病？这正是王彬和贺成作为卫生部长所犯的最严重的一个错误。卫生部发展医疗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让全国上下的老百姓能够看得起病、治得好病，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医是绝不可以被放弃的。毛主席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他见证了无数的民间疾苦，所以他明白，相比于当时昂贵而复杂的西医，更为廉价的草药、针灸等手段才是广大劳苦群众能治好病的关键。新中国一穷二白，西医如果要发展起来，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想要让西医彻底普及到千家万户，更是需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而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将中医一刀切，那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底层百姓会面临有病不能医的窘境。而发展中医则可以造福劳苦大众，因为中医在中国存在着广泛的民间基础，只要卫生部下定决心，落后的中医也完全可以走进新时代，搭建出属于自己的现代框架。另外，民间存在着广泛的中医人才，他们可以继续对下一代的人才进行培养，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去，中医也总有一天可以摘掉落后的帽子，和西医获得同等的地位。毛主席认为，想要治病救人，一味迷信中医或是迷信西医都不可取，最好的办法就是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只是相比于在国际上占有重大地位的西医，中医往往会遭到人们严重的歧视。西方人觉得中医不过是中国人愚昧的产物，就连很多中国的大夫们也都这样认为，这就导致中医进一步和落后迷信挂钩，年轻一代的人才们不愿意涉足这个领域，于是形成恶性循环，越落后越难发展，越难发展便越遭歧视。在这样不利的发展环境下，不出几十年，中医必定会彻底被人遗忘。毛主席不愿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中医消亡，最终受害的依然是普通百姓。所以在毛主席一生中，他一直用各种办法鼓励中医的发展。毛主席一生和中医渊源很深，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曾在笔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中西医学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态微妙，常人难识，故常识之需；言实验者，
求专制而弃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他写这段话的时候，是旧社会，西方正在对中国进行疯狂的殖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西方的一切似乎都是远远强大于中国的，不管是中医还是来自于旧中国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被许多上层知识分子视为落后的、应当抛弃的产物。但毛主席在那个时候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始终认为东西方文化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在闲暇时，毛主席也曾亲自研读过很多中医典籍。他认为中医不仅仅是医学，而应该视为一种精妙的文化，其中不仅有治病救人的道理，还包含了许多哲学思辨。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中医显得更加重要。毛主席带领红军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之后，便面临着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缺医少药。井冈山周边都是农村，医疗资源匮乏，就连专业的大夫都很少，而根据地还面临着敌人的层层封锁。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用西医来大规模治病救人，显然不现实。入冬之后，井冈山上的伤患明显增加了，战士们一部分在战场上身受重伤，另一部分则由于天气变化、水土不服等原因，上吐下泻，高烧不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主席和红军医院里的诸位医生进行了反复的讨论。毛主席认为，当下情况虽然危急，但井冈山上还有中草药，红军医院里也有中医方面的大夫，所以只要还有草药，战士们就能熬过这个冬天。毛主席当时就敲定了医疗政策，让红军医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为战士们进行诊疗，特别是内伤、肠胃炎这些在中医上有过比较详细的成功治疗案例的，都优先采用中医来进行治疗，这样可以保证医疗资源的供应。在医生们的努力之下，有数百名战士在中医疗法下重获健康，这也是中医成功运用的一个生动案例。当然，这种做法在当年也是饱受争议的，毕竟当时西医已经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它的先进性有目共睹。而在西医的对比之下，人们便觉得中医的很多疗法缓慢且故弄玄虚。对于人们的疑虑，毛主席是理解的，但他认为这不是中医的错，而是时代的限制，让中医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时间。为了打消人们心中对中医的疑虑，毛主席自己患病的时候也往往优先采用中医治疗。当时中国著名的中医专家李鼎铭先生便在红军根据地行医救人。李鼎铭曾经成功地用几副中药缓解了毛主席困扰已久的关节炎问题。从那之后，毛主席便和李鼎铭熟识起来，常常和他探讨医药方面的学问。到最后，毛主席决定让李鼎铭牵头，在根据地内找一批有学识的战士，教授他们中医理论，把中医在根据地内推广开来。而且会中医的战士越多，留下中医火种的希望也就越大。将来无论战争胜败与否，这门学问都可以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继续传承。在李鼎铭的努力之下，根据地里有了一大批中医人才，而这些人才投入战场之后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战场上局势瞬息万变，而且往往环境恶劣，所以太过精细的西医反而不太适应当年艰苦的战场，而中医更为日常便捷。当每个部队都有了精通中医的战士之后，作战部队的死亡率有了明显的降低，同时大规模疾病的流行也逐渐减少。从井冈山一直到解放战争，中医为我军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愈发坚定了推广中医、延续中医的信念。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在百忙之中提出要发动群众的力量来保护各地的中医典籍以及中医人才，对于已经失传的中医典籍要尽全力去修复。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毛主席意识到战争对于资源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普通群众对于中医的重要性没有深刻的认知，自然也就不会刻意保护。而许多高级的医疗人才，一方面更推崇西医，一方面没有意识到文化被破坏是多么轻松的一件事，所以也不会专门去保护。因此必须得由国家下令才能保存住中医的血脉。为此，国家还专门成立了中医研究院。不过研究院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接下来中医的发展就能顺风顺水，这就回到了卫生部的中西医之争。其实这场斗争的开始比新中国成立还要早，因为192年
北洋政府就曾经起过废除中医的念头。当年在北洋政府的驱使之下，很多医科大学直接将中医排除在了医学课程之外。1929年，政府甚至又下令要取消所有中医的职业资格。当时这种做法引起了民间强烈的反对，被认为是崇洋媚外的表现。当然，由于社会压力加上就中国的政权更迭频繁，所以这些规定并没有被持续的执行下去，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只是不管政策有没有执行，这段历史都透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中西医之间矛盾的激烈。很长一段时间里，中西医是无法并存的。西医开设的医院拒绝任何中医大夫，而传统的中医医馆里也绝不摆设任何的西方药材。普通百姓也不得不为这种对立做出选择。有人一辈子宁死不看西医，也有人要将中医一采到底。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争端，无非是旧社会争端的延续。而之所以人们表现得如此极端，其实已经不单单是中西医之间的争执，更多的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争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自西方的文化始终是一个让人们不知道如何接受的东西。人们喜欢西方的先进性，但同时又抗拒其侵略性。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之中，西医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也就不可避免地站在了中医的对立面。因此，有人说西医是奇淫巧技，有人说中医是愚昧无知。但在毛主席看来，这些争端对于中西医的发展并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双方的对立只会让落后加剧。因此，毛主席提出允许病人在住院期间使用中药，每个西医医院也可以请中医院的大夫来看诊。这句话在如今听起来可能很平常，但在当时却也称得上开天辟地。从这一刻开始，中西医之间终于打破了隔阂。在毛主席的坚持之下，中西医之间有了合作和交流的可能。而毛主席的这份坚持意义重大。今天，无论是中医和西医，都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求医问药变得越来越方便。虽然中西医之间还是时不时地出现一些争端，但人们都基本形成了一个认同：一切治病的手段，无论西医还是中医，都是为人们的健康服务。他们都有缺点，但也都有不可忽视的优点。而这样的认同，正是毛主席一生所追求的目标。